你好，我是 Alex 阿力。自从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比特币它就开启了调整的行情，很多朋友也都注意到了，灰度最近呢一直在砸盘，持续不断的卖出了比特币，成了最近的一周的一个大空头，甚至很多博主说灰度的60万比特币要抛售2个月，也就是说要砸盘2个月，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想很多人都没搞明白啊，为什么上轮牛市作为大多头的灰度基金，那本轮牛市的初期就开始抛售了呢？你一定还会关心，那后面的比特币的行情到底该怎么走？那这些呢都是本期视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请一定要看到最后。那请注意啊，本期视频纯属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加密货币市场风险很大，你有可能输掉所有的本金。如果说你不熟悉市场，请不要轻易的投资。如果说你想快速入门加密货币并开始赚钱，请加入力哥的会员群，链接在视频的下方。好，那我们进入视频的正题啊。那想要弄清楚灰度还会不会继续砸盘，那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灰度比特币信托和 GBTC 的关系，以及 GBTC 正负溢价和这个投资者们从中是如何套利的。那这个过程了解清楚了，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灰度在过去的5个交易日里面持续卖出比特币。那我们可以从头讲一下，2022年12月1号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了灰度基金面临暴雷的风险。那好在当时这个灰度基金以及它的母公司DCG顺利度过了难关，坚持到了现在，坚持到了这个牛市回头。那当时在视频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了 GBTC 出现正溢价的时候，很多资本公司是怎么操作杠杆并进行套利啊，并且呢有一些公司顺利把自己给玩死了。那大家也不需要去翻看之前的视频了，那我这里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正溢价以及套利的方式。那先说一个前提条件呢，那就是在2024年1月10号之前 GBTC 呢是没有办法换成比特币，那反过来比特币是可以换成 GBTC 的。好，2021年牛市最高峰的时候 GBTC 和比特币的价格呢出现了正的 40% 的溢价。那灰度基金规定1000个 GBTC 的股票对应1个比特币，那当正溢价发生的时候，1000个 GBTC 对应的比特币呢就是 1.4 个比特币了。但是灰度基金规定了，你存入比特币换取 GBTC 是会有6个月的锁仓的时间的，所以很多人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套利，就使用了金融抵押借贷甚至加杠杆的方式进行套利。那这就是这个正溢价的时候的套利的方式。那当负溢价出现的时候，他们到底是怎么玩的呢？2022年到2023年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那灰度基金出现了负溢价，最高的时候达到了 49%。 当时有几个朋友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说说此时此刻买入 GBTC 呢就相当于5折买入比特币。我当时真的是很佩服他们的胆识啊，因为当时比特币现货 ETF 还没有通过，那这些朋友呢就是冒着灰度暴雷的风险在美股市场买入 GBTC。 那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呢是2万，那么这些人购入 GBTC 是相当于1万美元抄底了比特币，所以说是相当划算的。那这部分的投资人当时买入的 GBTC 如果说一直现在拿到了2024年1月10号的话，那么灰度信托 GBTC 成功可以转成比特币现货 ETF 了，那么他们就可以用手里面的 GBTC 换成比特币并要求赎回，那么投资回报率的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接近5倍了。所以说这一部分人在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那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去灰度赎回自己的信托基金。那灰度接到单子之后呢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这是受到法律约束的，那灰度呢是有责任履行自己的这个合约，乖乖的收回 GBTC， 那对应按比例这个1000比1 1000个 GBTC 换1个比特币出来，那转到 Coinbase Prime 市场上呢把比特币给卖掉，然后呢把美元还给客户。所以说呢这是灰度被迫卖掉了比特币。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去监控这个资金的流向的话，你会发现比特币转入 USD 不是 USDT， 转入 USD 有很大的一个份额，那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抛压。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 GBTC 很早期的投资者。那 GBTC 呢是2013年9月25日上市，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呢是133美元1枚。那假如有人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买入 GBTC 一直拿到了现在，或者是说在比特币4万美元以下的任何时间段
买入 GBTC 并且一直拿住不动的人，到现在呢去选择赎回，那这部分呢也算是一部分的抛压。但是我认为，这一部分的客户是非常少的，因为很少有人会等待这么久的时间。在此期间呢 ，GBTC 的股票本身也涨了几十倍啊，那投资人是没有理由一直持有到现在的。那还有一部分的抛压是来自于客户转换公司，因为灰度的手续费呢是 1.5%， 那在11家比特币现货 ETF 中是最高的，高于人家的是7、8倍，所以很多客户呢是需要清仓灰度的基金换成便宜手续费的其他家。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持平，因为一买一卖并没有带来价格的下降。那总之呢，我们看到了过去5个交易日灰度基金向市场抛售了5万多枚的比特币，那目前灰度手里面呢依然有56万枚的比特币，但是呢本周五的时候啊，抛售数量呢有所降低。根据目前比特币的走势，我们可以得到市场呢仍然有等待灰度继续抛售的这种预期，所以比特币目前依然是在横盘的状态。整个市场除了消耗灰度的抛售之外呢，还要消耗矿工的存货的抛售，以及其他的投资机构最近的获利盘，所以比特币走得很疲软呢，也是理所应当的。那本周末比特币的成交量下降了 55% 啊，说明大部分人呢都在观望，看下周一美股开盘的时候灰度还会不会继续抛售。那很多极端的这种博主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制造恐慌了，说灰度呢会把60万个比特币全部抛向市场，要抛2个多月，所以说比特币的价格会回到3万，甚至有人说会回到1万8，那真的是无脑一顿瞎逼喊。那首先呢，灰度目前已经没有60万枚比特币了，目前只是56万枚比特币了。其次呢，灰度信托最大的投资人呢是美国的养老金，那养老金呢是长期持有灰度的股票的那不会为了套利去操作这些事情。那再者说了，如果需要套利，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去套利？那1月10号通过 ETF， 1月11号就可以交易了。那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呢是4万6、4万7，那而目前呢只有4万1了。那如果说你想套利的话，为什么不再等比特币涨到5万甚至更高的时候去套利呢？所以我认为啊，需要套利的客户啊，该走的已经走的差不多了。那下周的行情呢，比特币应该会有一波假摔来诱空一下，然后呢掉头再往上走，那有可能会一口气上到5万。当然了，美股开市之前呢，我们大家要紧紧盯着灰度的钱包的动静啊。如果说没有发现继续转到 Coinbase 呢，就说明我的这个猜测呢是对的。那如果说这个灰度基金继续有1万枚以上的转账的话，那可以参考本周五比特币的走势。那另外呢，需要说明的是，其他10家的这个 ETF 基金公司在过去的5个交易日里连续买入了8万枚的比特币，是大于灰度基金的抛售的5万枚的比特币。那说明我前面说到的这个矿工以及其他的机构也在抛售，那有3万枚是这些人在抛售的。那我周五的时候在比特币向下插针的时候，在会员群是这么说的啊。那我说这个周五呢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了，那如果说今天这个 ETF 基金再不买的话，那本周结算它就没有办法完成了，因为基金公司要对自己的客户负责任。那客户把钱交给了基金公司，要求他们买入比特币，那基金公司呢就要履行这个合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购买比特币的这个动作，否则的话就要等着吃官司了。所以说下周那如果说灰度基金停止抛售了，其他家的 ETF 还不趁着这种低的价格赶紧吃货呢，所以说我是看好下周的这个行情的。那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就很难看到3万的比特币了呢？你怎么认为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请一定帮我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啊！感兴趣加会员群的朋友呢，请在链接找到我或者立个助手，那让我们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